作为一个曾经的金牌杀手，要不要枪都无所谓，用刀也一样完成任务。出发前，他把目标的名字刻在了胳膊上，这是他刚入行就养成的习惯。可就在他刚出门的时候，突然想起自己回来时碰到了一个快递员，结合那莫名其妙的枪声，他顿时反应过来，这枪多半是到了邻居手里啊。他准备拿出匕首去查看，可这裤子有点紧啊，好不容易拿出匕首就被房东发现，他只好躺在地上假装抽筋。而这时的小飞刚回到家，他把手枪放回雪茄盒子里，拿出母亲的住院单，准备去交手术费。可他刚要出门，就听见门外有动静，从猫眼看到一个嘴含匕首的人在开他的门锁。小飞以为是赌场老板派来杀他的，赶紧爬到窗外躲起来。杀手打开了门，很快他就发现地上有一张钱，看四下无人，悄悄捡起来放进兜里。这一搅和，他都忘了进来是要干啥的。想了老半天，终于是想起来是来找枪的。他在雪茄盒子里找到了枪，便离开了。见杀手走了，快坚持不住的小飞终于是可以爬进屋了。可还没等他缓口气，门铃又响了。原来是小弟带着快递员找上了门。小飞只能再次爬出窗外。小弟找到了雪茄盒子，但里面的枪不见了。他把快递员毒打了一顿，还用棒球棍下死手，直接把快递员打晕。而这时他发现了床上的钱袋子，小弟觉得很神奇啊，钱怎么会在这里？就在他惊讶时，快递员醒了过来，直接一棒打晕了小弟，然后一棍一棍的，都快把他脑瓜子都打没了。所以说老实人被逼急了也是很恐怖的，打死了小弟。快递员把这一袋钱背走了，小飞赶紧爬回屋，下楼坐了一辆出租车去追。追到一座桥上，快递员杀了人很害怕，准备一死了之。小飞骗他说那人没有死，快递员刚要下来，一辆大卡车经过，余风把他刮了下去。而就在桥下，警察正在和毒贩交易白粉，可毒贩突然看到警察腰间的手枪，认为他是来黑吃黑的。为了表示诚意，警察放下了玩具枪，但毒贩不愿冒险离开了。警察发现了掉在江里的快递员，把他救上来，发现了那一袋钱。小飞开着快递员的车来找快递员，刚好看到警察带走了钱，他掉头去追。警察来到赌场，把钱拿给老板赎枪，老板当然拿不出枪。警察一气之下掏出了玩具枪，但电话响了，同时发现了小飞家里的尸体，让他去戴罪立功。警察刚走，小飞就冲了进来，发疯似的要找拿走钱的人，结果被人从后面打晕，被老板关了起来。杀手正在议员的家门口准备动手，看着手上的匕首和枪，作为曾经的金牌杀手，怎么可能用枪这种简单的工具？他拿起匕首，瞄准扔出，非常精准的扔进了槽里。议员家的狗发现了动静，向杀手冲去，看自己暴露了，杀手只能跳下去，可这身手不如从前，不仅摔了一跤，还摸到了一滩水，怎么有股骚味儿，好恶心。找了个路人擦了擦，然后拔腿就跑。他跑回家，发现警车包围了这里，以为是来抓他的，其实他们是来小飞家处理命案的。楼上的警察正愁没有线索，突然发现了楼下鬼鬼祟祟的杀手，他下去拦住杀手，杀手掏出枪威胁，警察以为是玩具枪，可他看到枪上的痕迹，这不正是自己那把配枪吗？这可是真枪啊！他只能举起手，杀手抢走了他的玩具枪，迅速的离开现场。但作为杀手，没有完成任务绝不罢休，他决定明天在议员演讲的时候动手。警察在老板那里得知枪怎么会在杀手手里，准备明天去把枪拿回来。老板知道议员今晚没死，天一亮就背着钱给议员送去。他刚走，小飞就拼命的挣脱绳子跑了出去。他跟着老板来到了议员的演讲现场，议员正在演讲，来抢钱的小飞，来送钱的老板，来找枪的警察，来杀人的杀手，全都聚在了这里。杀手找准机会，对着议员开枪，议员倒下，杀手离开，但突然议员又站了起来，杀手见没有打死，非常敬业的冲上去连开数枪，这时候发现原来是把玩具枪。他马上掏出另一把枪准备射击，警察冲了出来，他制服杀手，费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是拿回了自己的枪。小飞趁乱从老板车里拿走了钱，这一幕被警察发现，他开着演讲车去追，经过一路狂奔，小飞的车被截停，他弃车逃跑，警察鸣枪警告，小飞果断从桥上跳了下去，被几个钓鱼的人给救了，众人都被带到警局。由于用的是玩具枪，警察没有认为杀手是杀手，而是以为他对选举不满搞的恶作剧。而这一袋钱，老板不敢承认钱是他用来贿赂议员的，只能说是小飞的。而小飞拿出母亲的住院单，说钱是为了给母亲交手术费，找朋友借的。就这样，小飞光明正大的把钱带出了警局，然后给母亲交了手术费。他也因为受伤住院，警察虽然拿回了枪，但他还欠一屁股债，所以他来到医院偷偷拿走了那包钱。可他背着感觉不大对劲啊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全是饮料，原来被小飞调了包。现在他正抱着那些不义之财，满脸笑容的往医院外面跑，可他过于兴奋没有注意，掉进了正在维修的下水道。